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得知和你一起长大的妹妹跟你毫无血缘关系，而且她的父母还希望你们结婚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男人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，但他更困惑的是妹妹得知事情后的反应。妹妹开始脸红躲闪，甚至开始独占他的物品，而这一切都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早上他向妹妹打招呼，但依旧被妹妹无视。他看着如今判若两人的妹妹，不禁回想起那个小时候总黏着她，还会钻进自己被窝的小跟屁虫。可妹妹注意到他的视线，只冷冷甩下了一句质问的话语。吃饭时，男孩忍不住用余光瞥向妹妹，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他不知道妹妹是否还记得。毕竟在前几年，每个生日妹妹都会抢着跑来祝她生日快乐。但随着妹妹渐渐长大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。如今只剩下妹妹烦躁的质问。但又在男孩准备收拾碗筷离开时，父母却严肃地叫住了他，并且让妹妹加纳也留了下来。紧接着，父母说出了那改变兄妹俩一生的话语：你并不是我们的儿子，所以说你也不是加纳的亲生哥哥，而是未婚夫。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在交通故事中丧命，而你父母和亲戚基本是断绝关系的状态，于是作为他们的朋友，我将你收养了下来。而在那之前，我和你父亲就定下了你和加纳的婚约。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，但是我想遵守和你死去的父母之间的约定，所以能请你和加纳结婚吗？不，再怎么说结婚这种事，加纳肯定会拒绝的吧。话音刚落，妹妹的脸唰一下就红了起来，而另一边的父亲则猛地拍桌打断，表示1年后再给他回复。晚上，烦心的男孩在船上翻来覆去，他一直把加纳当成妹妹，从没想过这种事。然而隔天一早，妹妹的反常表现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。以往都是先吃早饭后换衣服的妹妹，今天却反了过来，而男人只要跟她说一句话，她就会大喊大叫。看着妹妹反常的态度，男人陷入了沉思。他觉得妹妹应该过几天就会恢复原样了，但之后妹妹的行为越来越奇怪，像是之前一直混用的马克杯说要占为己有，以及在她上完 WC 后，男人也想要上，但是妹妹却不让他进去。面对妹妹古怪的态度，男人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父母强制婚约，让他感受到了绝望。于是他就觉得家人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而妹妹的下一步可能就是离家出走。想到这里，男人立刻冲到加纳房门前，接着他打开房门，双手扶着妹妹的双肩，郑重地劝她不要离家出走。而听见哥哥的话，加纳一脸懵，随即反驳自己没有那个想法。是误会吗？就是误会了，哪有人会头脑一热离家出走的？但男孩觉得还是有问题，便问他最近为什么这么反常，比如总是不停地瞄着他，还有换衣服也要换个房间之类的。因为哥哥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了，所以人家也不懂了。哥哥这个大笨蛋！面对妹妹的怒吼，男孩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但既然不是离家出走，他也放心了下来。而就在他走后，坐在沙发上的妹妹看着手里的照片，喃喃自语道：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，哥哥这个大笨蛋。妹妹的这句独白伴随的不是愤怒，而是面对这份突然改变的关系所不知所措的情绪。当新的身份降临时，兄妹俩不得不重视彼此，而妹妹的一切行为不是厌恶，而是少女心事的慌乱。那么面对这份藏拙的喜欢，迟钝的哥哥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呢？为了能让哥哥爱上自己，闺蜜给加纳出了3招，比如在哥哥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进去，或者穿裙子时不小心摔进他怀里。要是都不敢，那就先从简单的肢体接触下手。面对这种羞耻感爆表的提议，加纳本能的想要拒绝，但在闺蜜的激将法下，她最终还是咬牙登上了闺蜜的贼船。回到家，加纳就直勾勾盯着哥哥看。我的胳膊怎么了？看起来还挺结实的。话音刚落，加纳的脸瞬间变红，随即跑上楼去。晚上，在哥哥看电影时，加纳坐到了旁边。接着加纳开始轻轻歪头，但在哥哥转头的一瞬间就立马缩了回去。哥哥看他坐立不安，以为他是肩膀不舒服，顺手就想帮他按一按。结果这突如其来的接触让加纳像触电一样弹飞起来，并问他干什么。而面对哥哥一脸无辜的解释，心里有鬼的加纳根本没法说自己在干嘛，只能再次顶着大红脸落荒而逃。直到哥哥关电视准备去睡觉时，加纳又走了过来，可他刚要开口，表情突然从害羞变成了惊恐，因为一个名为蟑螂的恐怖生物出现了。巨大的恐惧瞬间冲垮了理智，他尖叫着抱住了哥哥的手。虽然蟑螂个头不大，但在加纳眼里这简直是世界末日了。面对哭得梨花带雨，扬言弄不死他就不睡觉的妹妹，哥哥只能化身除虫骑士，一套丝滑的小连招，成功帮妹妹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。危机解除，哥哥这才想起加纳之前是想说什么来着，而加纳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摇了摇头，说没什么事，便回了房间。回到房间后，哥哥久久无法入睡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刚才意外的触感。他一边震惊于妹妹的成熟，一边又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谴责中。而另一边的加纳也跟他一样，他正在为自己的临阵脱逃懊恼不已。虽然一度丧气的想要放弃计划，但少女的未来幸福哪里是说停就能停的？纠结到最后，他还是握紧了拳头，决定下次一定要让哥哥明白。
我们常说亲情是最稳固的关系，但当你得知你和妹妹没有血缘关系时，你们的关系会变吗？今天回家的哥哥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妹妹的异样。晚饭时，他没吃几口便起身离开。在哥哥的询问下，妈妈告诉他这次妹妹考试分数比之前还差，所以心情很差。而一想到妹妹这样下去就会考不上大学时，哥哥待不住了，他决定亲自出马去教妹妹学习。于是他敲响了妹妹的房门，随着门被打开，妹妹探出头来，眼里带着疑问。接着哥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表示自己要教她学习。确实，比起一个人学习，2个人进度会快一些，但哥哥愿意教吗？当然啦，谁让你是我可爱的妹妹呢？说着哥哥就想进门，可没想到妹妹却将他挡在门外。而面对一脸疑惑的哥哥，妹妹只留下一句房间太乱，便关闭了房门。随后妹妹就开始在房间里收拾起来。她看着桌上2人的合照，犹豫片刻后还是把照片放进了抽屉里。直到房间彻底整理完毕，她才让哥哥进来。刚进房间，哥哥就注意到了那只玩偶，那也是他送给妹妹的。没想到妹妹还留着，但哥哥这东张西望的样子也很快被妹妹制止。接着妹妹递上了自己的试卷，哥哥看着那张57分的数学卷子，竟然还说挺好，这应该就是哥哥对妹妹自带的滤镜吧。妹妹小声抱怨自己最讨厌计算，而哥哥思索一番后想到了解决方法，便开始为妹妹耐心讲解。然而他无意的靠近，却让妹妹瞬间心跳加速，脸颊发热，思绪也开始飘忽。她的反常很快被哥哥察觉，而面对哥哥的询问，妹妹连声道歉。但面对哥哥的继续说教，她又有点不服气，随即小声嘟囔道：我知道了啦，你以为这是谁的错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在经过这个小插曲后，妹妹终于专注了起来，并在哥哥的帮助下成功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天的难题。而当她露出久违的笑容时，哥哥的心跳动了一下，于是那只想揉乱她头发的手就这样带着宠溺轻轻地放在了妹妹头上。直到哥哥回过神来，已经晚了，手已经伸不回来了，却没想到妹妹居然有点享受。但下一秒她也察觉到了不对，离开甩开了哥哥的手。怎么，你刚才不是很开心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说完她立刻把视线埋回试卷里。随着补习告一段落，哥哥也起身离开。但就在哥哥走到门口时，他又突然转身重新走向妹妹。只见他伸出手缓缓伸向妹妹的脸颊，随着距离的拉近，妹妹的心跳得无比巨快。然而那只手却越过她，拿起了她身后的一支笔。这次哥哥真的离开了，而加纳则看着哥哥离去的方向，小声嘟囔道：搞什么嘛，真是的。如果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突然说要嫁给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更关键的是，你们并没有血缘关系。今天妹妹一回家，哥哥就发现她很不对劲。看着妹妹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哥哥一语道破：你是去看恐怖片了吧？妹妹虽然嘴上说着没有，但看着那带着沙发一起抖个不停的妹妹，哥哥有点无语。紧接着一张海报从妹妹的书包掉了出来，哥哥蹲下身捡起，海报上果然印着恐怖片的宣传。这下证据确凿，妹妹也无法再为自己辩解。而面对根本不怕恐怖片的哥哥，开启了嘲讽模式，但妹妹却一把拍开了他的手，双手叉腰表示自己也根本不怕。看着装逼的妹妹，哥哥指着窗户说：你看，窗户上有张女人的脸。话音未落，妹妹的脸瞬间惨白，下一秒就光速地扑进了哥哥的怀里。感受到怀中妹妹的颤抖，哥哥收起了玩笑的心思，小心翼翼地扶住了她的双肩，告诉她自己是开玩笑的。没想到她会被吓成这样。随即妹妹立刻喊着哥哥笨蛋，并发起了枕头攻击。等打累了，妹妹才警告哥哥以后别再做这种事了。哥哥点头，但他还是不理解，既然这么怕，为什么还要去看？难道是被人强迫的？于是他拉着妹妹非要奔个水落石出。在他执着的追问下，妹妹终于说了实话，因为不敢看恐怖片真是太幼稚了，所以他无法拒绝朋友的邀请。哥哥一听原来是这样，所以问妹妹今晚自己一个人能睡着吗？因为今天父母都出去了。面对妹妹支支吾吾的回答，哥哥决定还是2个人一起睡吧，毕竟小时候就是这样。瞬间妹妹的脸红到耳根，说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便拒绝了哥哥。然而到了深夜，哥哥仍不放心，决定去看妹妹睡没睡着。果然妹妹正坐在客厅，一个人抱着毯子。哥哥的突然出现也吓到了妹妹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不可以来客厅吗？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哥哥坐到了她的身边。他看着妹妹握紧拳头的手，便温柔地将自己的手也附了上去。接着2人便一起盖上了毯子，在小小的空间里，2人依偎在一起。哥哥便聊起了妹妹小时候的糗事，并感叹那时候的妹妹真可爱。那现在呢？听到这话，一种陌生的感觉涌上了哥哥的心头。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得知和妹妹没有血缘关系后认真的注视她。现在也很可爱哦。看着妹妹的笑容，哥哥差点把心里那句话说了出来，但好在他停住了。伴随着这份没说出口的话语，2人就这样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
清晨，一阵清脆的鸟鸣响起，哥哥在沙发上缓缓醒来。他看着怀里睡得香甜的妹妹，耳边传来了他含糊的梦话：加奈要当哥哥的新娘。这句话直接让哥哥愣住了，而妹妹的动作更是让他震惊。随即他立马摇醒妹妹，刚睁眼，妹妹就发现自己正紧紧贴着哥哥，顿时满脸通红，大喊变态。而哥哥也是无语，明明是某人自己凑过来的好吧。不过看着他这活跃的样子，哥哥也放心了。接着妹妹顶着大红脸逃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而哥哥则看着沙发，想起了刚刚一幕，如果自己刚才没阻止的话，加奈是不是就会……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得知和你一起长大的妹妹跟你毫无血缘关系，而且她的父母还希望你们结婚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眼看兄妹俩没什么进展，妈妈有点着急，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，于是一张只能和异性去玩的门票到了哥哥手上。这张票是哥哥梦寐以求的，不仅因为那是他向往已久的梦幻岛，更因为那里正举办他心心念念的3等分联动活动。然而看着票上双人限定的字样，他犯了难。他知道妈妈是想撮合他和妹妹，可一想到要邀请妹妹，他心里就有点别扭。但是除妹妹之外，他也找不到另一个能约的女生了。于是下一秒，他便说服了自己，随后敲响了妹妹的房门，告诉妹妹自己有一张梦幻岛的双人限定票，问她要不要一起去。一听是梦幻岛，妹妹瞬间两眼放光，表示自己要去。可紧接着她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问到那是不是只有情侣才能去。哥哥回答是的，但是兄妹一起去也没问题。于是妹妹思索了一番，点点头表示自己要去。第二天，两人到了梦幻岛，看见这些好玩的游乐设施，妹妹兴奋不已。她像小时候一样指着好玩的东西给哥哥看，而看着面前人挤人的样子，哥哥为了防止走散，决定和妹妹牵手。妹妹愣了下，脸微微一红，还是把手递了过去。两人就这样走在喧闹的路上，表面平静，心里却都翻起了滔天巨浪。突然一声招呼打破了这份平静，是妹妹的同学。两人像触电一样瞬间松开了手。而面对同学的询问，妹妹急忙表示这个男的是她哥哥，但同学还是有点不相信，毕竟两人长得根本不像。好在同学们很快就走了，但同学们无心的话语却在哥哥心里扎下了一根刺。他说道：我们两个长得一点都不像，为了不被误会，还是别牵手好吧。话音刚落，妹妹整个人僵住了，刚刚因误会而产生的兴奋也一并消失。但下一秒她却主动牵起哥哥的手，她表示误会什么的之后再解释就行。就这样，两人来到了过山车前，看着长长的队伍，哥哥建议去玩别的，但妹妹却拆穿了他，难不成哥哥你害怕坐过山车？接着妹妹就对哥哥嘲讽起来，而哥哥则嘴硬的接下了挑战。过山车飞驰的过程中，妹妹放声大笑，哥哥则惊恐的叫着。下来时，哥哥整个人快吐了，但还是坚定的要快速赶往下一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名为鬼屋的地方是他的主场。这回该轮到妹妹害怕了，刚一进去，他就紧紧抱着哥哥的胳膊，甚至整个人挂在他身上。而哥哥甚至没感到害怕，只感到一种心跳加速的柔软。出来后，看着被吓得不轻的妹妹，他赶紧买了2个雪糕安慰她。随后两人各吃一口，默契的把雪糕递向对方，但手举到一半，两人同时停住了，因为这样好像是间接接吻。可想到小时候也常这样，哥哥硬着头皮先吃了一口，随后在哥哥的催促下，妹妹也红着脸尝了哥哥的那个。看着渐晚的天色，哥哥提议该回去了。虽然妹妹觉得还没玩够，但还是乖乖跟上。可走到一半，哥哥突然停住了。他猛然惊醒，自己居然忘记去参加活动了。但又在他懊恼时，妹妹叫住了他：哥哥，今天玩得真开心。起初还没回过神的哥哥有些呆滞，但看着妹妹开心的笑容时，他的嘴角也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，因为他看到了比活动更值得的东西。如果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突然说要嫁给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更关键的是，你们并没有血缘关系。今天哥哥在杂物间遇到了找小说的妹妹，妹妹叫他帮忙，但他以学习为由果断拒绝了。但下一秒，妹妹找到了一本名为《龙神夜之怒》的本子，而哥哥一听到这个名字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接着他立马从妹妹手中将书夺了过来，因为这是他的黑历史，他本以为已经丢了，却没想到还在这里。而一想到其他几本可能也在这里，哥哥便改变主意，决定和妹妹一起寻找小说。寻找中，一本厚厚的相册被他打开，里面是他和妹妹小时候的照片。见是相册，妹妹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她看着小时候自己和哥哥亲密的模样，脸颊泛起了一丝羞涩。而下一页的照片更是他亲吻哥哥脸颊的瞬间。见此，两人的脸唰一下红到了耳根。妹妹解释那时候自己只是模仿电视剧而已，而哥哥也只能尴尬地说是。然而随着页码的翻动，两人的合照越来越少。哥哥想起好像是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又或者是妹妹渐渐长大，变得没有这么爱黏着他了。而这种强烈的落差感让他有点遗憾。随即他问妹妹要不要现在来张合照，但妹妹却傲娇地拒绝了他。谁知哥哥竟然同意了。于是下一秒，妹妹大喊着：够了，来拍照吧。随后妹妹和哥哥完成了这张久违的合照。
拍完后，妹妹便快速保存，偷偷把合照设成了屏保。接着两人继续寻找，而哥哥翻到了一本作文本，作文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哥哥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妹妹瞬间涨红了脸，随后就要抢回自己的作文本，但谁知她的脚一滑，随着咚的一声，两人便一起摔在了地上。尽管妹妹下一秒就像触电一样瞬间弹开，但刚才那瞬间的亲密接触还是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暧昧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两人继续寻找那本小说。2分半后，小说找到了，妹妹轻声道谢，而哥哥则笑着回应，这都是哥哥该做的。但下一秒，妹妹却无情地拆穿了他，表示话里的内容她早就偷偷看过了。听到这话，哥哥心都碎了。而就在他拼命想要撇清那段黑历史时，妹妹小声嘀咕了一句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。可惜这坦诚的声音太小，哥哥并没有听清。随即，哥哥注意到了边上的相框，他拿起一看，居然是他亲生父母的照片。看着看着，他的心情低沉了下去，随后放下照片，走出了杂物间。这一刻，莫名的寂寞笼罩在他周围，而看着情绪低沉的哥哥，妹妹也无比担心。随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好闺蜜，让她帮自己出对策。闺蜜提议亲手做个料理送给哥哥，毕竟美食最能治愈人心。但妹妹却否认了这个想法，她觉得让哥哥打起精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听了这话，闺蜜也觉得有道理，随后想出了个更炸裂的主意。她提议妹妹穿透风围裙，只要穿上它，哥哥所有的烦恼就会一扫而空。但这个离谱的建议被妹妹立马否决，毕竟父母还在家呢，并让闺蜜想点正经的办法。最终，妹妹想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主意。几天后，她穿着围裙站在哥哥门口，接着她端出一盒饼干，并编织了一个蹩脚的借口，让哥哥帮忙吃掉。虽然哥哥一眼就看出妹妹是在撒谎，但他并未点破，只是对妹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困惑。随后他拿起一个饼干放入口中后便全想起来了。那时妹妹因为和朋友吵架而伤心不已，而看着哭泣的妹妹，哥哥心急如焚。于是为了让妹妹打起精神，他做了一袋饼干出来，并告诉妹妹吵了架的话只要好好道歉再和好就行了，没事的，别伤心了。而听着哥哥这番话，妹妹也有了挽回友情的勇气。但下一秒她却被辣哭了，因为粗心的哥哥把辣椒粉当成了增味粉，而此时被辣完的她捧着大腹笑了起来。妹妹不解为什么这样，而哥哥只是指着饼干让她尝一下。接着妹妹也被辣了，随即坚定地表示要重做一遍，但哥哥却拦住了她，因为回忆的味道还不错。看着哥哥不嫌弃，妹妹便贴心地去帮他接水，而就在他接完水过来时，平地摔又来了。随着身体的倾斜，杯子里的水全部倒在了哥哥身上，而面对湿透的衣服，哥哥就要当场换下，但这番举动却把妹妹吓得半捂住了眼睛。怎么突然脱衣服了？因为弄湿了穿着很不舒服啊，但是你别在这里脱啊。知道了，那我等会到房间里再换，明明以前都一起洗过澡，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但言归正传，哥哥还是非常感谢妹妹为他做的饼干，虽然妹妹不承认，但正是这份心意让哥哥袒露了心声。在看见那张照片后，没有血缘关系以及各种想法就困扰着他，但此刻他终于明白，定义家人的从来不是血缘关系，而是那些共同度过的岁月和回忆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烦恼的。而看着打起精神的哥哥，妹妹也很开心，但她还是忍不住纠正了哥哥刚才说的话，可惜这句大胆的暗示哥哥并没有听到。